哩不哩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《走出科学》，我是邓肯。月月这几天肠胃不好，先不让他吃了。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中国香港影坛兴起了一股鬼片热潮，如《回魂夜》、《阴阳路》、《新僵尸先生》等影片都非常卖座。作为香港商业片最成功的导演王晶老师，当时也筹划着要拍恐怖片。梁家敏21岁，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王晶导演的助理制片。大家都知道，鬼片的选景肯定不是什么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，通常都是那些偏远、人迹罕至，甚至是带有一点危险气息的荒郊野岭。果然，1994年8月31日，为了筹划新的鬼片，梁家敏独自一人去城门水塘附近选景，这一去就杳无音信，人间蒸发，再也没了踪影。随后又发生了多次灵异托梦事件。梁家敏失踪的城门水塘附近看起来就给人以阴森诡异之感，那里雾气缭绕，树荫遮天蔽日。城门水塘附近几乎是香港恐怖片的御用场地，在这之前，许多剧组都在这里传出过诡异的事情，比如有演员在上厕所的时候感觉后面有人拽自己的衣服，演员说台词一点问题没有，可监视器里就是听不到，再拍几遍都没用。其中最有名的是，相传当年刘德华、周星驰拍摄王晶导演整蛊专家时，星爷随手请了剧组一个小伙子帮忙买叉烧饭，小伙子高兴地去了，回来后把盒饭给了二人就离开了。可星爷华仔二人吃饭时瞄了一眼身旁的报纸，上面写着今天中午一名男孩被车撞死，而男孩的样貌正是刚刚帮他们买饭的年轻人，给二人吓个半死，立刻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这个八卦流传甚广，不过我认为比较扯淡，更像是鬼片里的剧情。94年8月31日，梁家敏失踪后，公司、王晶导演以及家人始终联系不上他，于是报警。当时香港警方出动了上百名警力，寻找了4天4夜，但就是没有梁家敏的半点踪迹。香港人通常比较笃信玄学，家人请来了最有名的灵媒占卜。灵媒卜出的结果说，梁家敏的命格生前就进了木宫。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木宫也叫木库，是古代封建迷信算命的一种说法，指人的运势进入了恶劣的境地，就像被困在幽闭的空间里一样。家人问，那他是被埋了吗？灵媒说未必，很可能是被人囚禁了，可具体囚禁在哪儿呢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因为木宫一直在动。木宫一直在动是什么意思？从那之后，附近就传出了许多灵异事件。有警员半夜值班时接到报警电话，说自己在锦田附近被强奸了。警员赶到锦田后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回拨电话却发现居然是空号。尽管有许多传说，也找了很多高人，可梁家敏依然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一等就是10几年。而就在人们渐渐要忘记他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和梁家敏素昧平生的女孩打电话给电视台，说自己梦见了梁家敏。女孩说，一天夜里，她梦见一个女生说自己叫梁家敏，10几年前被人害死，但警方到现在也没能抓到凶手。他希望这个女生帮他报警，将凶手缉拿归案。梁家敏还在梦中带女孩来到了案发当天。那天，梁家敏身穿黑色衣服、白色裙子，坐巴士到城门水塘考察拍摄场景。刚下车就被3个男人袭击了，其中一个还是曾经他拒绝过的追求者。3个人用蓝色的货车将梁家敏绑架到了锦田地区的一块铁皮屋内施暴。梁家敏因为受不了虐待，昏死过去。3人以为他死了，就把他扔到附近的河里飘走，毁尸灭迹。听到这儿，众人皆惊，铁皮屋囚禁，扔到河里一直在飘动，这不和灵媒说的一样吗？灵媒说他的木宫一直在动，无法锁定他的位置，难道是因为他被扔到了河里吗？还有自己被囚禁在锦田地区，想起锦田那个奇怪的报警电话，更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女孩被托梦一事上了电视之后，影响很大，有人找到了王晶导演。王导表示说，托梦的事儿不可靠，就算托梦也应该托梦给熟悉的亲人哪有托梦给陌生人的？可很快，一个梁家敏生前的好友突然出来说自己也被托梦了。梦里梁家敏告诉他，警方不相信我上次托梦那个女孩，我很着急，请你帮帮我。梁家敏又把当年自己遇害的全过程冲这个朋友讲了一遍，还指出自己的尸体停留过哪些地方。此事传开后，香港警方迫于压力，时隔10几年再次展开搜索，可依然一无所获。后来的一段时间，各种灵媒、大师、半仙纷纷在电视上装神弄鬼，讲自己算出梁家敏被碎尸了多少块，怎么样，被埋在了哪儿，飘到了哪儿，可没有一个人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2011年，也就是梁家敏失踪17年后，香港警
警方把与本案有关的所有人，包括梁家敏的熟人，甚至包括王晶导演，都叫来进行调查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无奈之下，警方宣布侦查结束，从法律意义上宣告了梁家敏的死亡。直到今天27年过去，这位姑娘的失踪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。以上就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恐怖灵异事件——王晶女助理失踪之谜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邓肯，咱们下期见。My appetite, don'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.